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以赖。这个是去年6月拍摄的影片，找不到好时机上片，过年这个时间就不错。罗东元沙老板买了一条黑尾鱼，在南方澳鱼港买的，切好了打包，刚刚才载回来元烧的低温室。我想要跟他买个一小节，试一下长天数的熟成。我以前做过干熟成鱼肉块几次，旗鱼红干、鲑鱼。最长是14天，时间长了外圈的肉都要切掉，所以用大块一点的肉效果比较好。这个是今天早上才切开的黑尾鱼，肉色非常鲜红，是真正的活肉，包含流出来的血也都是鲜红色的。我没有做调色，现场是纯白灯，鱼肉就是这么红。那一样是黑尾鱼，俗称活肉跟死肉，品质落差非常大。死肉的状态有时候大家可以在坊间或是在新闻里看到，就是鱼肉一切开时颜色比较暗沉，肉按下去也没有弹性，闻起来也没有黑尾鱼特有的气味。如果是熟成过的还算 OK， 但如果是完整的鱼一切开就长那样了，那这尾鱼就是所谓的死肉。这个一般都是高温造成的，或者是保存运送途中的瑕疵。那有钓过鱼的人应该了解，煎鱼尾鱼在死亡前都会疯狂的抖动，在抖的过程中鱼体会升温，这个时要赶快补冰降温，尤其是黑尾鱼季是夏天，海水的温度很高。我记得去年的报道说，夏天的海水均温是30度左右，鱼如果死在海里没有赶快捞出来打冰，鱼肉处于高温一段时间，肉质就毁了，你捞上船再补冰也于事无补。所以日本他们在钓黑尾鱼的时候，会用电线滑进海里电击它的头部，让鱼尽快死亡，跳过那个疯狂抖动的过程。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，去年有很多新闻说黑尾鱼崩盘1公斤只要10几元这一类的。那么我还是一样的看法，在渔港不存在捡便宜这种事，价格会崩就是没有人想买所以黑尾鱼拍卖时是公斤，一切开变成台斤。这中间就包含了品质高低的风险，那考验的是出价人的眼光。那我请老板切了一小段鱼肉给我，我只要了背肉的尾段，尾段比较便宜，我没有专业的冰箱，担心熟成完会有很多损耗，要切掉很多肉会很浪费。如果这一次的效果好，下次再用更好的肉。回家立刻放进冷藏保存，前3天血会一直渗出来，要一直擦表面，更换鱼肉底下垫着的纸巾。今天是拿回家的第6天，我这个冰箱空间很小，风力也不强，我加了一个竹蜻蜓电扇来吹，想要尽快做出鱼肉表面的硬壳，希望能够保护鱼肉不要过度失水。这个断面没有处理好，因为没有专门切鱼肉的长刀，鱼肉的肌理分开了，那这个中间变成一个小洞，我觉得这个小洞会渗水出来，它可能会变成失败的关键吧。今天是熟成的第17天，现在这块肉已经有一股味道了，尤其是底下接触纸巾的地方，鱼腥味很强烈。因为这中间我去高雄拍摄，鱼肉放在冰箱里，没有每天换纸巾，回来的时候下面垫着的那块布织布是湿的，整块布都发臭。我担心换掉布没有用，就切掉有点味道的鱼皮，上面这些变硬的部分闻起来是 OK 的，但下面切掉一半鱼皮，少了保护层的部分呢，有持续散发鱼腥味。最近宜兰的鱼市场出现了很多荤油是宜兰海域捕捞的野生蛤蜊，光荣定制网也有在卖，我以前没有吃过，就买一些回去吃看看。这个长相跟一般的蛤蜊有一点不同，最大的差别是它的壳特别厚，肉很有弹性。今天是黑尾鱼熟成的第25天，我要打开来吃了。我猜这上面的洞会让水分损失很多，我怕再放下去会变成肉干。拿回来切掉鱼刺跟血核，放进冰箱前称呢是3880克，我刚刚去称呢剩下3300克。那块红色的地方原本有鱼皮，
从高雄回来时连着鱼肉切掉了，所以熟成鱼长时间放着不动是不行的，没事要经常翻面，肉会持续渗出水分哦，没有保持干燥的话就容易发臭。上面这个部分已经硬到按不下去了，整块肉都油油的，像腊肉一样。我打算中间先来一刀，打开看看状况，再决定要不要吃。这次拿出了竹地有次买的鲜丸，这一把我很少用，拿来撑场面用的。切割的时候感觉肉块中间蛮软，但密度很高，鱼肉咬紧了刀子，刀不够力的话可能切不开。刀上有一层油跟一点肉屑，这一幕好像在赌石的那种画面。你看这个皮壳好像石头哦，这里可以看到表面的裂缝沿着鱼肉的肌理延伸进去，原本想要在表面做出硬壳的想法就破功了，导致中间的鱼肉水分流失很多，氧化程度变高，损耗更大了。接着分切成小块，用看的可能有一点可怕，但在现场切的时候，鱼肉是没有味道的，只有浓烈的油脂味，就是鱼油氧化过的那种油耗味。那黑色的小点是鱼血，因为这个是尾段肉，白色的鱼筋非常多，最底下的肉色其实还蛮不错的了，没有特别说的话，根本看不出来放了那么久。最中心的部分有充分的保护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，肉的质感也挺好的。如果肉更大块，表面的壳有做好，一天切一节来吃应该是行得通的，但要先能接受高额的损耗。那这一块肉缺了鱼皮的保护，两侧的鱼肉又有2个洞，所以水分排除的最多。最外侧的鱼肉干成这样了，摸起来非常的油腻。4个边都切完就是这样。这一块油脂最少的部分，我先切来试吃一下。我邀请了朋友明天来试试看这一块肉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可以不吃，但一定要请你的朋友吃，要那种关系很好的，最好是交情坚如铁，身体也坚如铁的人，他吃了才不容易拉肚子，拉了肚子也不会去告你。刚刚纯属开玩笑啦，生食有风险，必须谨慎评估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个人的行为，请不要作为你自己行动的依据。那经过这一轮的精修，能吃的肉从刚刚的3300克缩减成1500克。这个裂开的鱼肉是一个败笔，在做轮切的时候太心急了，拉扯到鱼肉变成了缺口。这些修下来的肉闻起来像酒酿混合着鱼油的气味，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所谓的脂味吧。有时候在生鱼片店会闻到，只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劲。那外壳变硬的损耗鱼肉，用果干机做成鱼肉条，黑尾鱼的肉条，够奢吧？一边烘干鱼肉条，我一边来试吃一下黑尾鱼的部分。没有怪味。那好吃吗？就是肉片比较硬，有那种鱼油的香味有，也没有那种奇怪的味道，但是肉吃起来比较硬。一般黑尾鱼吃下去就是很软散，对，水水的。那这个吃起来比较有嚼劲，可能要配饭，那个油脂的感觉有点太强了，可以吃了。但你如果问我说有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成本还有时间去放25天，
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我觉得放个3-5天吃，就很不错。烤好的黑鮪鱼肉干就长这样，非常非常香，油多到下面要垫纸巾接住滴下去的油。我吃了几片，味道相当不错。这原本是要给 Toro 吃的，但是他最近下巴长粉刺，有红肿，医生说不能再给他吃油腻的东西了，所以这些肉条我就送给我出远门时 Toro 寄宿家庭里的小伙伴吃。光吃黑鮪鱼不太够啊，这是前一阵子买的流浪，产季只有2个月，我都一次买很多，冻起来可以吃1年。这个肉很薄，下锅就关火，泡个几十秒就要捞了。炒海大面，这也是可以冻起来囤的，解冻直接炒很方便。这个烫好直接吃非常棒，鲜味足，口感爽脆。海大面炒蛋，来切黑鮪鱼。我用纸巾包了1天，颜色又淡了一点，白色的鱼筋都散开了，切割到鱼筋的阻力降低很多，但是还是感觉得到切一点刀痕比较好。这个我能保证，顶多是不好吃，但绝对不会进医院的。这个是前2天买的荤油啊，跟丝瓜煮在一起，煮熟的时候壳都不会全开，所以感觉它的背柱特别紧，口感都很有弹性的，跟一般的蛤蜊比较起来的确有差别，价格也贵很多。今天这一桌呢，应该就算是夏季限定的特殊食材吧。你不要在那边挤好吗？我没有挤啊，没有挤，你不要在那边挤啊，没有挤。这边挤什么？这个25天的，25天的，我怕你们没办法接受，我这边先治一下，好不好？看这个油，这个油，滴亮亮。好，先吃这个试看看。先吃这个25天的，2个都烧过的，一个一个来，我看看你们脸上微妙的。我从苗栗来，就为了这2盘。我们今天就看这个大场面。来，25天，我昨天有试吃，真的。我有吃过了，没有问题的。我吃了大概6块，不会挂急诊掉点滴啊，没问题。健保卡都有带，有健保卡有带。来，你先，没有可以先押金，可以。不会哦，我没有什么不行的。好。可以吗？有种奇妙的感觉，很好吃啊，蛮好吃的吧？很好吃啊。你要看着镜头啊。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吧？很好吃啊。颜色看起来比较深一点，它只是颜色深了一点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4公斤的鱼最精华、颜色最漂亮就这里，其他那个颜色你看了你恐怕不太敢。吃进嘴巴里面还是那个鱼味还是很浓郁的，味道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但是可能怕有的鱼味太强劲。我先吃一个没沾的。我昨天试吃是吃没沾的，甜味有吧？甜味是有的，但是它那个鱼筋感还是很强。对啊。OK， 那吃看这个炙烧。炙烧的就不用。炙烧这样筋会不会比较好？我们把它翻过来，把另外面也吃。筋是吗？对。没有放就是正热了呀！正热，哇塞，这真的是太猛了。很香，制造完之后变香了。哇，好吃吧？这更棒了。那更棒了。很香。那整个酱油里面都是油啊。然后
但我觉得要配饭，因为它太油。太油啦。对，你看它开始熟成的时候是388克，然后熟完剩下3300，所以有500克就消失了。没错。这橘橘的是它的虾黄，这是可以吃的，就是它的卵。但是因为是我们冰冻过，所以它这个里面像这个会破掉，那这个就放旁边，这壳可以留着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煮粥。你是开玩笑的？我有冻过啊，我没有冷冻过，所以不用怕煎熟没。然后看这个橘色的背里面，这是虾黄，对，它特别鲜。来一位。扫兴之后开始动作，扫兴。好，那壳你就帮我放在旁边哦，头这些等一下煮汤。我准备一锅鸡汤啊，等一下我们晚上来煮粥。锅那么小一只哦，他没有在吃，那你就没有节目效果啦。那节目效果你是故意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只是顺手拿的。那我帮你挑一只大一点的嘛，你这样，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哦，这时候要来点麦子的饮料，来个麦子的饮料，来个麦子的饮料，感谢招待。这个叫粉条，跟你一般吃的那个蛤蜊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它特别 Q， 没有死咸，对，直接冲进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一种愉悦的感觉。那为什么它这个处理完还可以留那么多汁在里面？我因为一开壳我就拿出来了，你不能在里面一直。对啊，所以它很饱满啊。这个我也没有吃过那么大的下巴，应该弄个刀子，但因为烤熟了应该就可以了。满满的优质蛋白。你看这边，对，整块肉，来，以后都专门来宜兰吃鱼的下巴。等一下干一下，干了，好惨。加嘛，还有很多，接着吃，鱼筋都化开了，你看，香的。哦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来，哦，好吃哦，它会去散。他没有宿醉以后就说不出话，对，这个状态就不好，没有那个。对，一脸的肉这样。我们说，那个就是吃进了3针海味，还不赶快把门都拿出来。这边吃，有这么香吗？